我花3个小时炖了一锅可乐鸡翅，女儿准备吃时，婆婆直接将女儿的筷子打掉，又虚伪的笑着说：“可乐鸡翅是用可乐做的，里面全是添加剂，不健康。你还是直接喝可乐吧。”转头又搂着自己的大孙子，给他夹了满满一碗鸡翅。乖孙子多吃点，男孩子就是要大口吃肉才能长身体。面对我的质疑，婆婆扇我巴掌。你这是在质疑我？丈夫逼我下跪，快给妈道歉！大哥大嫂阴阳怪气，生了个赔钱货，还想吃鸡翅。看着众人的嘴脸，我当场收回了给全家人买的海景房，又暴力掀了桌子。不让我吃是吗？好，那就都别吃。清明节小假期，婆婆凌晨4点就喊我起床。妈，你干嘛？赶紧去做饭，必须是10菜1汤。我们只有几个人做这么多吃得完吗？哎呦，现在我还没有老呢，就使唤不动你了。以后年纪大了，儿媳还不得把我扔进养老院啊！哎呦，我心里有火，但看着丈夫一脸哀求的样子，最终同意了。花了几个小时做了10菜1汤，其中还有我女儿最爱吃的可乐鸡翅。饭刚做好，大哥大嫂就起来了，宁愿坐在那里干等着，都不愿意拿筷子。最后还是7岁的女儿跑到厨房拿了碗筷。盛饭的时候，女儿围在我身边，乖巧地问：“妈妈，悠悠可以吃鸡翅吗？”我摸摸女儿的头，当然，妈妈足足买了50个鸡翅，够一家人吃了。悠悠想吃几个就吃几个。婆婆姗姗来迟，坐到了主位上，往那一坐就跟老佛爷似的。待会只有我能吃肉，你们都不准吃。明明应该教育一下，可是大哥大嫂像是没有听见一样。婆婆更是笑出了一脸褶子，把餐桌上的各种肉夹进孙子的碗里。好好好，乖孙子多吃一点，这样才能长身体。女儿悠悠羡慕地看了一眼。妈妈，我想吃鸡翅。我夹了2个鸡翅放到悠悠碗里，吃吧，小心骨头。悠悠开心的正要吃鸡翅，哎，却被婆婆打断了。林叔，你怎么给孩子吃这个？我筷子一顿，怎么了？婆婆面露嫌弃的开口：“这鸡翅是用可乐做的吧？可乐里面全是添加剂，小孩子吃了对身体不好。再说了，这么油的东西，悠悠这么小，消化得了吗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婆婆黄凤兰已经把盘子端起来了，放在了自己面前，紧接着又夹了10个鸡翅放进孙子碗里。来来来，耀祖多吃点，男孩子就是要吃肉才能长高个儿。摆明了是重男轻女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可乐鸡翅这么多，为什么只给1个人吃啊？奶奶，悠悠没有惹你生气，悠悠刚才还帮妈妈拿碗筷了，你让悠悠吃鸡翅好不好？林叔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老婆子好吃，要把鸡翅占为己有是吗？我刚想辩解，丈夫就站起来扇了我一巴掌。够了，谁让你在这里教训我妈的？我捂着脸，不可思议地看着丈夫。你讲理吗，赵光辉？明明是妈偏心，我只是想让悠悠尝一尝我做的可乐鸡翅。看着现场乱成一片，悠悠吓得哭了起来。不要打妈妈，奶奶对不起，我再也不吃可乐鸡翅了。谁知婆婆竟拿筷子狠狠地敲她的手背，让你不懂事，让你非要嘴馋。可乐鸡翅有什么好的？小小年纪长了一张好吃的嘴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孩子还小，你凭什么打他啊？婆婆丝毫不愧疚，仗着自己年轻气盛就敢教训婆婆，小丫头片子不听话，我帮你管管怎么啦？可乐不健康，我明明是为了孙女好。妈，可乐鸡翅是用可乐做的没错，但可乐经过高温炖煮，里面的碳酸早就挥发掉了。这道菜对孩子没什么不好的影响，悠悠想吃我给他吃，这有什么问题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当奶奶的还能害自己孙女？我说了，可乐鸡翅对身体不好，那就是不好。你是他妈，你得对他负责。那耀祖怎么就能吃？他今年10岁，只比悠悠大3岁，难道他就不是小孩子了吗？赵耀祖听见我的话，直接把盘子端走了。奶奶，阿水想抢我的鸡翅。我看着才10岁就160斤的耀祖，几乎是瞬间回想起了这些年婆婆的偏心。平时周末回家，婆婆总是热情欢迎大哥大嫂一家，因为大嫂生的是儿子，而我生的是女儿，而且没有2胎的打算，所以她见了我就疯狂挑刺。不仅如此，每次都把桌子上最好的肉给自己的孙子。至于我女儿，她只会笑眯眯的让悠悠多吃青菜，说青菜有营养。可是再有营养，能比肉还有营养吗？婆婆见我不妥协，直接开始撒泼。二儿媳妇要杀我呀！我为了孙女跑前跑后拉扯她长大，儿媳却说我偏心啊！赵耀祖看着婆婆在那里撒泼，一屁股坐了上去。奶奶你快爬，我要骑大马。婆婆累得直不起腰。好，奶奶这就在地上爬，却还是一脸宠溺的答应了。赵耀祖坐在婆婆的背上，手里端着满满一大盘可乐鸡翅，边吃边叫：“悠悠，你过来，我给你吃鸡翅。”女儿以为他说的是真的，
就跑了过去。可乐鸡翅快要到悠悠手里时，赵耀祖却故意将鸡翅扔掉了。你快去趴在地上吃，再学几声狗叫，我就给你第2块鸡翅。我没有想到一个小孩子能坏到这种地步，气得连话都说不好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就是这样教孩子的吗？他们吞吞吐吐的解释，却只是嘴上说说，没有一点行动。我看着这所谓的一家人，心一点一点的凉了。平时我给婆婆高额生活费，又给一家人买房子，现在却换来了这样的下场，人怎么能坏到这种程度？丈夫赵光辉察觉到气氛不对，赶紧打圆场。好了好了，待会儿还要去祭祖呢，别吵了，不就是几个鸡翅吗？我再去做一锅。你做什么做？你那手艺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？再说了，我说的是鸡翅的问题吗？我说的是林叔对孩子不负责，天天给孩子吃这些垃圾食品，以后身体搞坏了怎么办？婆婆话音刚落，赵耀祖就倒在地上了。奶奶，我肚子疼，二婶一定是没洗鸡翅，她故意让我吃垃圾食品。一向溺爱孙子的婆婆瞬间从地上站起身来，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。原来你打的是这种主意，怪不得没让你自己的女儿吃鸡翅，只让耀祖吃，原来是想害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大孙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我跟你拼命。这鸡翅是我一早去菜市场买的新鲜鸡翅，用料酒、生抽、姜片腌了1个小时，再用小火慢炖了40分钟，每一道工序我都认认真真做的，怎么就成垃圾食品了？大嫂放下手机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弟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妈不就说你2句吗？你至于发这么大的脾气吗？我只是把我做的鸡翅分给我自己的女儿吃，这些菜是我买的，我做的，为什么不能吃？”我看向丈夫，原本以为丈夫会帮我和女儿说话，他却连扇我几巴掌，然后又恶狠狠地开口说：“够了！我刚才就说让你不要和我妈吵架，快给我妈道歉！你到底有没有听见？”我感觉自己的脸肿了，刚准备掀桌子，婆婆突然拿起桌子上的可乐往我女儿嘴里灌。你不就是馋那一口可乐鸡翅吗？喝可乐是一样的，我让你喝个够！你不是说我偏心吗？这下孙子孙女儿都知道可乐鸡翅什么味道了，我现在还偏心吗？我一把拽住她的头发，把她强行扯开，最后心疼地哄着悠悠。我看了一眼婆婆哭天抢地的样子，再看了一眼丈夫赵光辉那张麻木的脸，最后看了一眼大哥大嫂冷漠的表情，忽然就笑了。随后我一脚踹翻了餐桌，轰隆一声，满桌子的菜全部翻倒在地，所有人都愣住了。黄凤兰的哭嚎声戛然而止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。赵明军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，满身都是溅上去的汤汁。大嫂站起来惊声尖叫：“这是我新买的衣服呀，现在全是饭汤！”林叔，你疯了！赵光辉冲过来抓住我的肩膀，被我一把甩开了。赵光辉，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赵光辉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我说离婚。我平静地重复了一遍。我会向法院申请离婚。说完，我抱着女儿转身离开。丈夫刚想追出来，站着就被婆婆叫住：“你让她走！哼，我倒要看看，她一个离了婚的女人，离了这儿还能去哪儿？”听见她的话，我顿时在心里冷笑了一声。她怕不是忘记了，家里所有人住的房子都是我买的。我要是离婚，他们真以为我不会收回来。况且我去年光年终奖就300万，我会没有地方去。更何况我结婚的时候，我父母给我的陪嫁是5斤黄金。真想知道那吸血一家人知道这些后会是什么样的嘴脸。过完清明小假期，我照常开始上班。可周二开例会时，没有一个人来。我等了10分钟，群里依旧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人回复我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给上司打了个电话。不好意思呀，林叔，之前答应让你当财务总监，恐怕不能实现了。你被匿名投诉了，现在你手下的那10几个人都不服你，他们要求我换掉你，否则就永远不参加晨会。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打开手机搜自己的名字，果然看见了一堆负面帖子，全部是声讨我的。清明节我从家里离开后没多久，婆婆就注册了账号。我打开视频，她一脸憔悴，看起来可怜极了。家人们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我儿子给我娶了个厉害媳妇，你们看我胳膊上全部是家里老二媳妇打的。清明节在老家聚餐，我大儿媳领着孙子做了一桌子菜，二儿媳装死，一直睡到中午。醒来的时候，她就一脸不顺心的样子，对我呼来喝去。我害怕惹她生气，就一直小心翼翼。谁知道吃饭的时候，她因为一盘可乐鸡翅发了脾气，说不合她的胃口，吃不下去，还把一整盘鸡翅都扔了。婆婆哭得稀里哗啦。我知道这是我的错，毕竟都怪我做的不好吃。可是儿媳妇也不能打我呀，她不仅扇我巴掌，还把整个桌子掀了。我心疼盘子，跪在地上给她道歉。谁知道她不领情，反而叫嚣着等我以后老了不管我，让我饿死在医院呀。我看完视频傻眼了，看来我平时真的小看这一家人了，演技居然这么好。打开评论区，有人把我的名字照片都发在了评论区，甚至还开户开出了我的身份证号码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堆骂我的。家人们，我们一定得抵制这种恶儿媳。对，
不能让这种社会的败类继续欺负老年人。真不知道他爹妈是怎么教育女儿的，女儿这样，爸妈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大娘别怕，我们已经把他的个人信息全部开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给他的父母开户，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我认识这个女的，就这还高管呢，听说她还是公司的财务总监，平时穿金戴银的，一定是偷偷转移公司的钱了，就不能让这种人管理财务。人品不行，我默默录屏，把所有人的 ID 都记录了下来，这样即使这群法外狂徒以后删评论，我也能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。做完这些，我在下属群里艾特所有人，我是你们的顶头上司，可以决定你们的去留，要是不想来开会，就永远都不用来了。大概过了5分钟，所有人都过来了，即使是与我一直不对付的白慧都来了。不过与别人不同，他进了会议室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坐下，而是冷哼了一声。真不知道有些人的脸皮怎么这么厚，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来公司，可你倒好，还敢威胁我们，我要向公司举报你。去吧。我平静地看着他，你连配合别人开户爆料我的隐私都能做出来，你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呢？他几乎是瞬间呆住。你怎么知道我？你以为你用的是隐藏 IP 地址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我没和他吵架，只是默不作声地看了一眼包里的录音笔，这下证据就齐全了。当我看着评论区那条爆料我是财务总监的评论时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白慧，毕竟他之前就和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财务，每天拎着陆一威登来上班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偷偷转移公司的钱？我名下有好几套房子收租，还都是学区房，我当然可以买得起包。嫉妒我不是他造谣的理由，我一定会追究到底。收拾完恶意重伤我的同事，我约了律师，并把之前录的评论区 ID 发给了他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做完这一切，恰好手机提醒我关注的博主开了直播，打开一看，居然是婆婆，她又在吃我的人血馒头，靠造谣我为自己的直播间引流。进入直播间一起播的居然有3个人，婆婆、大嫂和照耀组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恰好婆婆在哭诉，上一次二儿媳妇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，我现在一看见鸡翅就会爆发创伤反应，浑身动弹不得。那天我真的很害怕二儿媳会打我，还好我大儿媳比较孝顺，那天要不是她早上6点就起来做饭，我们一家人都饿着肚子。大嫂简直是影后级别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婆婆一张嘴说话，她就站在一旁抹眼泪，甚至还用手帕为婆婆擦眼泪。直播间里有观众被他们打动了，纷纷发弹幕：大娘你真幸福，居然有这么好的儿媳。对呀，简直比亲闺女还要孝顺，这对比简直太明显了。大儿媳温柔懂事，二儿媳不仅掀桌还家暴，简直是没有天理了。我们一定要替大娘讨回公道。婆婆一边点头感谢，一边挂小黄车。感谢大家支持，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辣条，请大家多多购买支持我。看着她一脸谄媚抓紧时间推销的样子，我实名进入了直播间，并申请了连麦。利用我卖货，和我提前说了吗？钱分给我1半了吗？平时飞扬跋扈的婆婆装的唯唯诺诺。是你啊，林叔，对不起，妈只是太委屈了才会哭，我并没有说你坏话的样子，都是妈不好，你就原谅我吧。我们态度的对比引发了新一轮对我的辱骂，真嚣张啊！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不孝顺了，真的是无语了，到底怎么敢的呀？婆婆一见有人帮她说话，瞬间硬气了起来。林叔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嫌弃我这婆婆没有本事，不能帮你带孩子，可是我真的是有心无力呀。我的腰有风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平时根本就没办法弯腰。底下又有一群人帮婆婆说话，带孩子又不是婆婆的义务，你们小夫妻不能自己带孩子吗？阿姨好可怜呀，风湿那么严重，平时连弯腰都没有办法，真是无语了。居然有这么不孝顺的儿媳，平时多跟你大嫂学学吧。因为鸡翅不好吃，就摔了整盘鸡翅。大嫂的脾气还是太好，要是有人糟蹋我的心意，我直接一巴掌扇过去。我并没有慌，而是不紧不慢的解释，那天早上6点起来做饭的人根本就不是大嫂，当天一共是10菜1汤，是我一个人完成的，除了我女儿给我打下手，其他所有人都睡到中午12点。我根本就没有嫌弃鸡翅不好吃，我甚至都没有尝到，因为婆婆端起来给孙子了。我买的鸡翅，我做的饭，我女儿连一个都没有吃。我这个口口声声说不重男轻女的婆婆，压根就不让我女儿碰鸡翅，全进了大嫂儿子的肚里。弹幕上有人为我说话，原来是这样。我说这个婆婆怎么看起来面相这么差？相信二儿媳有理有据，根本就不像胡搅蛮缠的人，反倒是这个大儿媳美甲这么长，怎么可能是经常做饭的样子？眼见着谎言被戳穿，婆婆和大嫂慌了，七嘴八舌的辩解。婆婆甚至当着直播间所有人的面直接跪了下来。林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别冤枉我了，我年纪大了。一瞬间，所有人又开始骂我。我并没有和婆婆对峙，而是叫住了坐在一旁玩手机的耀祖。耀祖，那天的可乐鸡翅好吃吗？我记得你吃了4个还是5个呀，真厉害！你堂妹挑食饭，量完全没办法和你比。耀祖平时最喜欢被人夸了，直接站了起来。
我明明吃了18个，我是大胃王，我比堂妹厉害多了。大嫂急急忙忙去捂他的嘴，可是已经晚了，所有人都已经听见了。紧接着我继续夸他，耀祖平时最会骑马了，对不对？奶奶也最听你的话了。耀祖瞬间弹跳起来，像只灵活的海豹，直接坐在了婆婆的背上。呀，奶奶快爬呀！你平时爬那么快，怎么不动了？刚才还在说连腰都弯不了的婆婆，却一点事都没有。即使耀祖有160斤，坐上的那一瞬间，婆婆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，可见她身体的强壮。之前的谎言不攻自破，在观众的骂骂咧咧下，大嫂和婆婆紧急下播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刚刚我已经录了屏，不仅会上传到网上，还会给律师发一份。周一，在律师的协助下，我给涉嫌侵犯我隐私权和名誉权的人全部发布了律师函，并且我直接将婆婆一家人告上了法庭。最终，法官判决全家人都要公开澄清，并且登报和我道歉。婆婆一家人虽然不情愿，一个个哭天抢地的，但最终却不得不执行。而我也正式开通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，开始发布自己的生活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扩大自己的账号影响力，避免以后再有人污蔑我。3天后，大老板给我打电话，恭喜你，事情全部解决了，公司高层已经表态了。你下周来上班，财务总监还是你的。我笑着道谢，并卖了一个关子。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哦，那4个巴掌打得我脸肿了1周，我怎么可能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？之前我只是为自己讨回了公道，现在该我狠狠地为自己出一口恶气了。赵光辉那个人，我当年和他在一起是因为他脾气好，现在再看，简直是无能狂怒家暴男，住着我的房子，花着我那么多钱。我一定要让他们全都吐出来。月底，我之前起诉离婚有了结果，法官正式判决我们2个离婚，孩子归我。当我把判决书递到他手里时，赵光辉一脸崩溃。不，我不同意，我不会和你分开的。只要我不签字，谁来了，我们都还是夫妻。看着他那副窝囊的样子，我笑了。你以为这是离婚协议书吗？还你不签字就离不了。睁开你的眼，好好看看，这是判决书。我正式再通知你一遍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夫妻关系了。婆婆循声而来，一脸气急败坏。你得意什么？离了婚，你就是2婚女，我看还有哪个男人敢要你？你走了，我立马让人给我儿子介绍一堆水灵的年轻姑娘，她这么优秀，外面想排队嫁给他的小姑娘一大堆。我冷笑一声，通知门外的搬家公司和10名保镖进来。来人，把这些非法侵占我房子的人全部赶出去。赵光辉，不管是我们2个的婚房，还是你大哥大嫂的学区房，以及你妈住的海景养老房，都是我爸妈名下的房子，住了那么久，享受了那么多便利，现在也该还回来了吧？什么叫你爸妈的房子？这是赵家的房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你嫁到赵家来了，就是赵家的人，这些房子就是我们一大家子的，怎么就成了你一个人的了？我冷笑一声，我刚说的那3套房子是我爸妈买的，也都是我爸妈装修的，这些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全是我爸妈出的钱。你们坐的沙发是我爸妈买的，你们踩的地板是我爸妈铺的，你们用的水电费是我交的。赵光辉1个月工资5000块，房贷还不起，车贷还不起，连女儿的学费都没有交过一次。请问你们是怎么有脸说房子是你们的呀？赵光辉的脸涨得通红。赵光辉怒声道：林叔，你够了。赵光辉又说：我是悠悠的父亲，你居然敢玷污我的尊严。我多看他一眼都觉得嫌弃。赵光辉，您摸着良心说，嫁给你这些年，你尽过丈夫的责任吗？你妈1个月来1次，哪一次都要拿走我新买的衣服和名牌包，嘴里说着只是借2天，可转头就挂在了2手平台上。你哥你嫂子逢年过节来我家，哪次我不是忙前忙后伺候着？你侄子每次来，吃的喝的玩的，我哪样少了？每年我都给赵耀祖发5万块钱的红包，你大哥大嫂给过悠悠1分钱吗？你妈连我女儿想吃个可乐鸡翅都要拦着，我1年给她20万的生活费，够买多少可乐鸡翅了？可她给过你1分钱吗？她所有的钱都补贴你大哥大嫂了，你真的觉得甘心吗？赵光辉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一个字也没憋出来。黄凤兰见儿子被噎住了，立刻拍着大腿哭了起来。哎呀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！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，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我活这么大岁数了，还要受儿媳妇的气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大嫂一向精明，并没有像之前那样去哄他，而是谄媚地凑了过来。弟妹呀，您别生气，妈她就是说话冲了点，没有恶意的，您消消气，消消气。我之前真的不是故意在直播间那么说的，都是妈威胁我的。你也知道她是什么人，你看那个房子，要不你就别收回了，我以后不管干什么都听你的。我看着她一脸虚伪的样子，晚了。婆婆一脸震惊地看着大儿媳，开始哭爹喊娘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呀？明明那天是你让我上网的。
是你说直播带货没有流量，才让我冤枉林叔的。两个人厮打了起来，我继续指挥搬家公司把不是我的东西全部扔出去。赵光辉终于反应过来了，他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林叔，你冷静一下，有什么话好好说，别动不动就离婚。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转身走进卧室，把门反锁了，然后开始暴力地砸我们的婚纱照。赵光辉在外面拍门，拍了好一阵，最终挫败的求我不要放弃他，而我已经和这家人没有任何想说的了。保镖开始赶人时，婆婆故技重施，扯着嗓子在楼道里面喊：大家快来看呀，儿媳妇虐待婆婆了，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呀？刚搬来城里几天就被儿子赶出去了呀！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让人把一行人轰走了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又刷到了婆婆的直播间，她这次不卖货了，而是开始召集群众线下帮她来围堵我了。有人看过我连麦的视频，很快拆穿了他。老妖婆，你别装了，你重男轻女都轻到骨子里去了。对呀，恨不得给孙子当牛做马，到了孙女这里连一个鸡翅都吃不到，早就该离婚了。我看呀，还是儿媳脾气太好了。也有不知所以然的群众对我开始新一轮的辱骂。天杀的儿媳，家里有婆媳，矛盾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？婆婆就是再过分，也不能把老人家赶出去呀。对呀，大娘看上去已经60多了，万一有个好歹，儿媳难不成要赔婆婆一条命吗？大娘，你别害怕，只要你拿出证据，我们就去那个女的公司门口闹，我们给你讨回公道。婆婆听完眼睛都亮了。有，我儿子可以帮我作证，晚上我让他发视频替我澄清。2个小时后，赵光辉的账号发布了他的第一条视频。赵光辉说道：大家好，我今天主要是想当着我妈的面来和大家澄清的。我老婆说我妈虐待孩子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那天是我女儿悠悠一直哭闹，我妈觉得小孩子不听话，才不让她吃鸡翅的。是我老婆太小题大做了，那天才会掀桌子。我代替我老婆给我妈道歉，给大家道歉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赵光辉的澄清声明一出，所有人都开始向着婆婆，毕竟我们是夫妻，他是不可能污蔑自己的女儿和妻子的。网友真的组团来到了我家小区门口。第二天早上，我的车刚开出大门，就有人拿烂叶子和鸡蛋砸在我车上。婆婆一脸神气地站在那里，赵光辉搀扶着她母亲，甚至不敢抬头看我。那一刻，我是真的彻彻底底对他失望了。原本我还想着，即使我们2个离婚了，他还是悠悠的父亲，所以我没有必要赶尽杀绝。可眼下再看，他为了他妈，居然恶意重伤我们的女儿。以后我再也不会让悠悠认他了，我要申请剥脱他的探视权。走近，婆婆对我苦苦哀求：那天是真的是我错了，林叔，你行行好，就原谅我吧。赵光辉更是离谱：林叔，妈年纪大了，你就和妈道了歉，赶紧把爸妈接回去吧。我狠狠地推开他的手：别碰我，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赵光辉，真相是什么？你比谁都要清楚，可你却任由你妈在网上造谣我和悠悠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死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回到车里，我在网上放出了一段监控，摄像头是很多年前就装上的，那时刚给赵光辉一家子买了房子，婆婆刚收到新房时说放心不下老家，我提议装上监控也能掌握家里情况，不过她不想花钱，所以这个监控的事最终还是我办的。再后来，婆婆已经习惯了新房子，我还经常大笔金额生活费转给她，过了这么多年的舒坦日子，怕是早就忘了这回事了。正是因为婆婆以为我拿不到她恶意重伤我的证据，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监控把那天的所有场景都录了下来，监控视频长达6个小时，绝对没有造假的可能，里面清清楚楚地记载了我早上6点就开始起来做饭，婆婆故意使坏，往我女儿嘴里灌可乐，不让她吃可乐鸡翅，就连我挨了4个巴掌都被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所有的真相在那一刻浮出水面，我不仅做了澄清，而且还报了警。一群朝我扔鸡蛋的人苦苦请求，我却没有看他们一眼。有什么话留着去和我的律师说吧。至于婆婆，因为造谣生事，扰乱社区秩序，并非法集结，被关了10天。出来以后就跟着大儿子大儿媳回乡下老家了。而赵光辉因为名声太差，被公司开除了，他的存在造成公司股价大跌，所以他没有拿到1分钱的赔偿金。他重新站到了求职市场上，投了60多份简历，面了7、8家公司，没有一家要他，要么嫌他年纪大，要么嫌他要价高，要么觉得他的技能过时了。赵光辉开始慌了，他搬到了城中村的一间出租屋里，月租800，房间小的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在里面住了3天，就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舒服的，床垫太硬，枕头太矮，窗户关不严实，下雨还会淋湿被子。他开始怀念林叔家那张进口乳胶床垫，怀念那个恒温水龙头，怀念厨房里那台静音破壁机每天早上准时响起的嗡嗡声。可这些都已经不属于他了。离婚后的第2个星期，赵光辉发现自己连吃饭都成了问题。以前林叔请了保姆负责1日3餐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，他从来不需要操心今天吃什么，也不用刷碗，就连衣服和鞋子都有保姆洗。可是现在
一切都没有了。现在他每天只能靠外卖和泡面度日，吃了不到10天，胃就开始抗议了。无奈之下，他骑车回了乡下老家。他记得母亲之前存折里有不少钱，要是能借一点就好了。推开老家院子的门，一室一厅的房子挤得满满当当。大哥一家和母亲挤在一起住，晚上他被安排睡在客厅的折叠沙发上，晚上一翻身就吱呀吱呀响。黄凤兰确实给他做了好吃的红烧肉、清炒时蔬、西红柿蛋汤，可这顿饭吃到一半，赵耀祖就开始嚷嚷小叔吃了太多的肉。黄凤兰二话不说就把赵光辉碗里的肉放在了耀祖盘子里。赵光辉看着侄子大口大口吃红烧肉的样子，心里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，当初林叔做的那盘可乐鸡翅，他妈也是全给了耀祖，悠悠想吃都不让。那时候他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几个鸡翅吗？可是现在他忽然觉得实在是太偏心了。晚上赵光辉把自己的窘境跟大哥说了，让大哥帮他在工地上找个活干。可赵明军只是应付了几句，然后就再也没有下文了。和母亲借钱，他原本以为会很容易，结果他却挨了一巴掌。你这个不孝子，居然敢惦记我的养老钱，都怪你这个废物！要不是你和林叔离婚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被赶出来？都怪你没有出息，连房子都买不起。赵光辉怒从背来，我从工作以来，这10几年里，每个月都会固定给你5000块钱，我上哪里去买房子？黄凤兰并没有搭理他，嘴里骂骂咧咧的关上了房间的门。赵光辉坐在院子里，忽然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，想起林叔每个月给他生活费，经常送他贵重西装领带，还鼓励他一定可以做到管理层。这些事情当时都觉得理所当然，现在想起来，每一个细节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。可后悔有什么用呢？再也回不去了。离婚后的第3个月，更大的变故来了。赵光辉的大哥导致别人从工地脚手架上摔了下来，脊椎断裂，下半身瘫痪，家属要求赔偿120万，赵家拿不出来，只能把车子卖了，把存款取光了，又借遍了亲戚朋友，凑了60多万，打的欠条全部是赵光辉的名字。为了还债，他早上去拉货，白天去上班，中午还要抽空送外卖，晚上也没时间睡觉。只要他一回家，母亲就会哭着闹着去找个夜班，接着赚钱。过了不久，大嫂受不了家里的一切，带着孩子偷偷跑了。婆婆一气之下得了失心疯，每天都抱着孙子的照片念叨：我的好大孙呀，你怎么不要奶奶啦？你不是说长大了要好好孝敬奶奶吗？怎么嫌弃奶奶呀？赵光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，不仅要还债，还要照顾他母亲，很快就累出了白头发。不过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，赵光辉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注定被他母亲吸血。我开始庆幸，幸亏我和他离婚了，远离了他那个不堪的家庭。至于女儿，光是房子我就给她买了18套，我们母女2个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进客厅，悠悠正趴在地毯上画水彩画，画纸上是牵着气球的母女俩，身后是翻涌的蓝海，色彩明亮的黄眼。我端着切好的水果走过去，她立刻举着画纸扑进我怀里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妈妈，老师说我的画要贴在学校的展示栏里啦。我摸着她柔软的发顶，心里软成一片。不过3个月，那个在饭桌上被吓得哭着说再也不吃鸡翅，被奶奶敲红了手背，只会缩在我怀里发抖的小姑娘，终于重新变回了活泼开朗的样子。她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吃饭，不用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吃一口自己喜欢的菜，周末不用跟着我回那个令人窒息的老家，每天放学都叽叽喳喳地跟我分享学校里的趣事，连之前怯生生不敢举手发言的毛病都彻底改了过来。我的事业也彻底步入了正轨，坐稳财务总监的位置后，我大刀阔斧地整改了部门里推诿扯皮的风气。之前跟着白慧一起闹事的员工，要么收敛了性子踏实工作，要么被我按规章制度清退。至于白慧，我把她造谣诽谤、泄露我个人隐私的完整证据链提交给了公司，她不仅被公司开除，还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被处以行政处罚，业内彻底没了她的立足之地。而我开通的自媒体账号也意外收获了近100万粉丝。我没有再揪着赵家的糟心事不放，只是偶尔分享女性职场成长、亲子相处的日常，还有一些给困境女性的法律维权建议。无数被重男轻女思想伤害、被婆家压榨的女性给我发私信，说我的经历给了她们挣脱泥潭的勇气。我索性联合律师朋友开通了免费的法律咨询通道，还定期给留守儿童和困境女童捐助学款。比起困在过去的仇恨里，看着这些女孩能拥有更光明的未来，才更让我觉得踏实。就在我和悠悠的日子越过越顺的时候，赵光辉又一次出现在了我的生活里。那天我下班刚回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他蹲在马路牙子上，整个人瘦得脱了相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身上的衣服皱巴巴的，再也没有半点当年我认识他时的温和样子。看见我，他立刻扑过来，被我的保镖拦在了1米开外。林叔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红着眼睛，声音嘶哑的哀求：你看在悠悠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复婚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护着你们母女，再也不跟我妈掺和在一起了。我看着他这副模样，心里没有半分波澜，
只觉得可笑。赵光辉，你不是想复婚，你是想找个帮你还债的冤大头。我冷冷的开口，我早就打听清楚了，你哥赵明军因为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了5年，那120万的赔偿款欠条全写的你的名字。你妈疯疯癫癫，天天要找大孙子，你大嫂卷着家里仅剩的钱跑了，你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我和悠悠。她的脸瞬间惨白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当初你妈往悠悠嘴里灌可乐的时候，你在哪？她扇我巴掌的时候，你跟着一起动手；逼我下跪道歉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悠悠？你为了讨好你妈，在网上造谣我和悠悠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给孩子留一点体面？我一字一句戳穿他所有的伪装。你这辈子都只会被你妈和你那个家吸血。我好不容易带着女儿跳出了火坑，怎么可能再跳回去？恰好这时，悠悠的校车停在了路边，他看见赵光辉，立刻紧紧攥住老师的手，躲在老师身后，眼里满是抗拒，连一声爸爸都不肯喊。赵光辉看着女儿疏离的眼神，终于崩溃地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可我再也不会心软，转身带着悠悠离开了，把他和他那个烂泥一样的家彻底甩在了身后。后来我才听说，赵光辉最终还是被债务压垮了。一次雨天送货时出了车祸，摔断了腿，躺在医院里连护工都请不起。疯疯癫癫的黄凤兰没人照看，被送进了乡下的养老院，每天依旧抱着照片念叨他的大孙子，却再也没人哄着他顺着他了。周末，我带着悠悠去了海边的度假房，他光着脚丫在沙滩上奔跑，手里举着刚捡的贝壳，回头冲我笑得灿烂。海风拂过我的脸颊，我看着眼前的碧海蓝天，只觉得无比庆幸。我从来都不是什么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，我只是一个想护着女儿的妈妈。那些重男轻女的偏见，那些吸血的亲情，那些麻木的纵容，都被我亲手斩断了。我给悠悠重新做了可乐鸡翅，她啃得满嘴酱汁，开心地跟我说，妈妈做的鸡翅是全世界最好吃的。我笑着给她擦了擦嘴，心里清楚，我们母女俩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。前路坦荡，岁岁无忧，再也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的光。